就在洛言身披凤冠金霞长袍，迎娶那个救命恩人入宫做侧军时，他还特意封进了神殿，生怕我这个陪了他千载的旧人会去大闹他的婚礼。可他做梦也算不到，心灰意冷的我早已亲手斩断了你我之间的神魂契约，直到大婚礼成，我也始终没有现身。他退下祭坛后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慌乱的在人群中寻找我的身影。先是跪地禀报，帝尊放心，神殿封印完好，顾寒大人绝无可能踏入半步。他微微点头，端起酒杯，又朝云桥望了一眼。贺喜的人很多，却唯独不见了那个永远守候他的我。这一回，我似乎真的学会了放手，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决绝。直到他在寝殿翻开那本仙籍重置录，才惊恐地发现顾寒这个名字已经出现在轮回册上。洛言心脏猛地一缩，竟喷出一口散发金光的本源神血。仙界曾有戏言，惹了洛言，或许顾寒还会护你，但若惹了顾寒，你必死无疑，因为他曾是洛言最偏爱的男人。谁知在一次平定魔域归来后，他却满眼心疼地依偎在另一个病弱男子怀里。先是称他神魂受创导致记忆缺失，忘了旧时，偏偏只记得救命恩人苏青瓷。失忆后，那苏青瓷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，多日呵护洛言，便对他动了真情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那个曾经满眼都是我的洛言已经彻底消失了。他为了成全苏青瓷的心愿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就喝下了那碗打胎药，让那孕育了千年的灵胎化作虚无。我痛得神魂撕裂。直到那天，我无意间听到了他与心腹仙士的私语：陛下，若顾寒发现您是假装失忆，该如何是好？洛言语气平静说道：苏青瓷当年为本座挡下致命一击，时日无多，本座只想在他最后的10日里成全他的心愿。他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拒绝。待他羽化之后，本座定会加倍补偿顾寒。我听完只觉得如堕万丈深渊，五内俱焚，心脏仿佛被厉鬼生生掏空。原来洛言根本没有失忆，一切都是在演戏，目的竟只是为了抚慰另一个男人的心愿。洛言啊洛言，你倒是仁至义尽，对我却何其残忍。你若当真爱我，怎会忍心让我受这千般屈辱？我抹干脸上的残泪，跌跌撞撞朝那望生台走去。往生台的尽头有一处轮回司，而司命正提笔审阅生死。见我前来，司命恭敬地起身行了一礼，敢问大人到此有何贵干？我语带凄怆，自毁神格，遁入轮回。司命震惊地看着我，手中的朱砂笔颓然落地。他虽在深思，却也听闻帝尊为了新宠，冷落了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正主。他以为我是在赌气，急忙劝道：大人三思，帝尊迟早会记起您的好，若您真的跳了，这世上再无顾寒战神了。我眼神非常决绝，这世间早就没有顾寒了。当年我入神朝，本就是为了偿还那份情谊，我早该寂灭了。如今我只想离去，与他碧落黄泉，再不相见。见我心志已定，司命叹息一声：7日后七星连珠，望生路才会开启，届时大人再来吧。我刚从轮回司回来不久，许久未曾踏入我殿门的洛言忽然掀开珠帘走了进来。从前我看他的眼眸总是写满眷恋，可如今却像一潭死水，再也掀不起涟漪。难道是这些日子真的做得有些过了？我抢先打破了沉默：帝尊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这个称呼让洛言心神剧烈一颤。你要做何事，还需要本座多言吗？我闻言，嘴角牵起一抹荒唐的笑。我当然知道，苏青瓷自从为您挡下魔障后，便落下了心魔之症，每逢月圆之夜便生不如死，唯有服用灵胎血饮才能压制。而我恰好是神朝唯一的真龙血脉，我的心头血便是最好的药。我没再多看他一眼，径直掠过他走向偏殿。我一言不发，周身寒气比殿外万年冰川还刺骨。我不看洛言一眼，径直走向苏青瓷所在的养灵殿。殿内阵法流转，映出苏青瓷惨白病态的脸。我孤身立在大殿中央，如无归处的出鞘孤剑。我反手握住灵刃，狠狠刺入心口。拔刃瞬间，药仙赶忙祭出乾坤玉碗，灵力瞬间枯竭。我摇晃着扶住龙柱，大口喘气。我艰难抬头看着洛言接过血药，温柔喂给苏青瓷。青瓷，喝了这真龙血，心魔就能平息。他语气里的疼惜，曾专属我一人。可如今他的万般柔情，竟连半分都舍不得分给我这个濒死之人。恍惚间我记起，从前我皮外伤，他都心疼红眼。那时的他恨不得翻遍整个仙域，也要为我寻来最好的圣药。如今我心口被洞穿，满地鲜血，他却连一个眼神都懒得施舍。我闭上眼，斩断了最后的一丝神念，转身走出这令人作呕的大殿，回到冷清的剑阁。神魂耗尽的我，重重地倒在寒玉床上昏死过去。此后数日无人问津，直到洛言大婚前3日，我才从昏迷中醒来。整个仙域张灯结彩，漫天红云映照地宫，这场大婚成了九霄最大的盛事。万仙齐聚，众神朝贺，所有人都在期待着那一幕旷世盛典。我的心像坠入深潭，凉得彻骨，随后一滴蕴含灵力的泪无声滑落。我本以为修无情道就不会再痛，可神魂深处依旧像被生生撕裂。他曾对天道起誓，此生只与我一人结契，如今他要在众神见证下另嫁他人。没关系，等大典开启之时，我也该彻底解脱了。洛言，这一次我们当真是碧落黄泉，永不相见了。在众神的欢庆声中，我独自来到掌管姻缘的天命碑前，亲手抹去了你我相连的名字。既然你要新欢，我还你自由。大婚前2日，我点燃神火，烧尽关于他的旧物，同时遣散了所有追随我的仙士。这九霄神朝，
往后不再需要什么顾寒剑手，那些回不去的过往随神魂化为灰烬。大典前夜，我躺在榻上假寐殿外喧嚣，殿内却静的只能听到安神香燃尽的声音。我感知有人破开禁制进来，在榻前站了很久很久。我收敛了所有气息，装作沉睡，不愿再与他有任何言语。终于，我感觉到他坐到了我身边，那双冰凉的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。他声音颤抖地说：“顾寒，我要嫁给苏青瓷了。但你信我，这只是做给外人看的戏。”我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，静静地听着他那苍白无力的解释。他救过我命，而且寿元将近，我只是想圆他临终的心愿，才不得不装作失忆。等他羽化归去，我还会像从前那样，给你这神朝至高无上的尊荣。一个冰冷的吻落在我的额头，像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。随后我便听见他起身离去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直到他的气息彻底消失，我才睁开眼。洛言，这次我不会等你了。1日大婚盛典，我立在九霄之巅，望着守护千载的地宫。我看着苍鸾身着那件象征至高权力的凤袍，登上了巡游的九龙地辇，身后是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伍，声势震天。他端坐在高处，眼底却藏着一丝旁人看不懂的落寞。洛言，既然你负了誓言，那我便永远消失在你的世界。我低声呢喃，任由声音散在风里。我转过身，背对着那片繁华，走向望生桥。我赤足踏过尖锐的剑冢废墟，每走一步，神魂都像在火上煎熬。可我的脊背始终挺得笔直。望生桥畔，望穿灵河静静流淌，河面上漂浮着无数未能转世的残魂执念。守桥司命端着一碗寒气逼人的忘情水，满眼不忍。大人，您真的要喝下去吗？一旦饮下，万年修为与记忆都会烟消云散，您与帝尊的缘分就真的断干净了。我接过玉碗，低头看着碗中倒映出自己憔悴面容的清水，嘴角勾起一抹解脱的笑。往事种种，皆为云烟。这碗忘情水，我求之不得。9天之上传来一声沉闷的道中冥响，司命低声道：“剑手入轮回的时辰到了。”我赤足踏上望生桥，仰头将那碗水一饮而尽。刺骨的寒意入喉，瞬间冻结了五脏六腑，将我所有的神识冲刷得干干净净。脑海中那些与洛言相伴的画面，像被狂风吹散的沙粒，彻底消失不见。我闭上眼，张开双臂，纵身跳入那深不见底的轮回漩涡，身体飞快地朝下坠落，耳边是虚空风暴的呼啸。从此世间再无顾寒剑手。就在我的神魂即将没入轮回的一刹那，一道耀眼的真龙金光突然从深处冲出，化作2股流光，一股冲向9天之外，一股直奔地宫而去。司命仙君脸色惨变，满眼惊骇地望着那股冲天金光，颤声惊呼：“那竟然是……”司命仙君死死盯着乱作一团的天盘，手指飞快掐算，忍不住叹道：“天命已乱，谁能想到竟会是这种结局？”他长叹一声，收起法力，看向那座金碧辉煌的地宫，沉重的道九霄的主人怕是要换了。此时的地宫满眼通红，洛言带着沉重的凤冠，在万仙跪拜中缓缓走下神辇，接着那个脸色惨白、弱不禁风的苏青瓷，也被神位小心翼翼地搀扶了出来。看着虚弱的苏青瓷，洛言脑子里却突然闪过1000年前顾寒和他结下神器时的样子。那时的顾寒只是个人剑手，在他面前局促的不敢抬头，只能任由百官引领，和他签下了永生契约。那一刻他曾暗暗许诺，定要让他成为诸天最尊贵的人。此后1000年，他确实给了他无尽荣光，直到苏青瓷在神魔禁地中舍命护住他的元神，一切的平衡彻底崩塌了。洛言拉回思绪，看向身边这个新封的夫君，低声呢喃：“只要过了今天，欠苏青瓷的债就算还清了。”他在心里发誓，事后一定跟顾寒解释清楚，不管他是愤怒还是失望，以后万年的日子他都会加倍补偿，只要顾寒依旧留在神朝就好。想到此处，他重新挤出一丝笑意，伸手欲去牵引苏青瓷。就在指尖相触的一刻，变故突生，一道耀眼的金色神芒破开云层，直接贯穿了他的脑海。撕心裂肺的剧痛让洛言猛地跪倒，他满眼惊恐，死死捂住胸口那疯狂外涌的灵力。他感觉到一股原本属于他的1000年修为正在疯狂地倒流回来，让人发疯的绝望瞬间将他淹没。年他割舍半生修为救活顾寒，立下过最狠的死咒，除非萧凛自毁神格，神魂俱灭，否则这修为绝不会重返。如今修为强行归位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他的顾寒已经散魂了。洛言彻底疯了，他推开和谐的众神，让人发疯的绝望瞬间将他淹没，不顾尊严的朝宫外冲去，因为太恐惧，他甚至忘了自己会瞬移之法，只能跌跌撞撞地向远方奔逃。他顺着那最后一点微弱的剑气追到尽头，整个人瞬间僵死在原地，眼前竟然是通往轮回的望生之路。守在路边的司命仙君神色肃穆地对他行了最后的臣子礼：“陛下，顾寒大人已经自斩神格，喝下忘情水进了轮回，您终究是来迟了。”这句话像灭世天劫，直击灵魂，震得洛言耳畔嗡鸣不止。这一刻，他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，他眼眶红得滴血，死死盯着司命：“你再说一遍，到底是谁进了轮回？你给本座再说一遍，那个跳入轮回池的人到底是谁？”洛言仿佛在问一个他根本不敢面对的答案。司命仙君看着他，眼底尽是怜悯与叹息：“禀帝尊，自散万载修为，舍弃神格入轮回的人，正是剑手顾寒。”这个名字像烧红的利刃划开他的胸膛，痛得这位不可一世的帝尊几乎当场跪倒。这不可能，他曾发誓要生生世世守着我，怎么可能走得这么干脆？定是他知道了侧君的事，在生我的气。
才找你合伙演这场戏来骗我，对不对？洛言死死按住颤抖的手，像疯了一样瞪着司命，眼神中全是毁灭般的冷意。司命，我知道你怨我假装失忆冷落了他，但你绝不能帮着他用假死来要挟我。当初苏青辞舍命救洛言，唯一的愿望就是要他陪在身边，直到他羽化。洛言为了还这份情，才演了这出失忆的戏。他自以为这是在保护顾寒，怕他心碎。他天真的以为只要等苏青辞一死，他就能重拾旧梦，像以前那样和顾寒长相厮守。这场骗局曾让神朝炸开了锅，司命更是拼死反对，断言此举必会彻底伤透顾寒的心。看着至今还不肯清醒的洛言，司命的眼神里只剩下了荒凉。陛下，臣早就说过这是引火自焚，他那样傲骨天成的人，怎能忍受这种羞辱式的保护？早在剑手踏入这大殿那一刻，老臣就明白，他已经看穿了您所有的谎言。他说他能接受您为了道义伤他，却绝不能忍受枕边人像戏耍玩物一样欺骗他。若非亲眼看见您在那演戏，他那样重情的人又怎会在这九霄之上自寻死路？洛言像是坠入了噩梦，他疯癫地摇着头，脚步乱作一团，嘴里不停地念着我不信。司命仙君看着帝尊固执地拒绝承认那个已经发生的结局，只能发出一声哀痛的长叹。终究他还是祭出了刻满神灵命数的天命册，猛地推到了洛言面前。册中的归位卷原本该有顾寒的名字，他是剑手，本该在那一页独占鳌头，可现在那一页万神敬仰的名字已经化作了一片虚无的白纸。司命翻开了死寂的寂灭卷，那是所有抹去神格涌入轮回者的终点。在最新的残页上，顾寒两个字正像血一样触目惊心地刻在那里。洛言发出一声尖利的哀鸣，猛地夺过寂灭卷，指尖瞬间渗出血来。他发了疯似的用神力去抹去那个名字，可那两个字却越抹越艳。顾寒，你竟敢这么对我，你凭什么抛下我？哪怕你转世千万回，我也要杀穿轮回把你抓回来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你永远只能是本座的人，永远只能留在本座身边。洛言震碎神策，整个人化作一道决然的惊鸿，一头扎进了那深不见底的轮回漩涡。司命仙君见洛言近乎入魔的举动，顾不得身份高低，拼死拦在轮回路前。陛下万顷息怒，您若强行闯入诸界星轨，都会错位，亿万生灵将陷入绝境啊！您这一身通天修为，这脆弱的轮回法则根本承载不住您的神威，万一让那些神魂灰飞烟灭，上苍降罪，我洛言神朝必将毁于一旦。那又如何？哪怕背负万世骂名，哪怕这神朝覆灭，只要能找回顾寒本座，在所不惜。洛言眼神冰冷如铁，反手一挥，便要将拦路的司命彻底扫除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嘶哑的呼喊从远处层层迷雾中传来。陛下！洛言如遭雷击般定住，一袭大红喜服，满脸泪痕的苏青瓷踉跄着冲了过来。眼看他要拽住洛言的衣襟，洛言却像避开瘟疫一样嫌恶地后退了半步。苏青瓷扑了个空，重重摔在冰冷的玉阶上，那本就受创的经脉疼得他冷汗直流，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只能仰望着那个高高在上的女人，眼中写满了病态的不甘。陛下，为什么？今天是我们的新婚大喜，您为何要抛下我？为何要让我颜面扫地？洛言冷冷地俯视着他，最后一点温情彻底耗尽。苏青瓷，收起你那拙劣的表演，这场戏本座演够了。这话击碎了他最后的幻想，他疯狂地摇头，捂住耳朵，歇斯底里地大喊：不，这不可能！为了我，你放逐了顾寒，封锁他的剑阁。苏青瓷越说越激动，甚至当众娶我入宫，这怎么会是假的？竟然想去拽洛言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袖脚。洛言厌恶地抽回长袍，避开了他的触碰，语气如冰刺般寒冷。苏青瓷，你忘了当初在战场上你是怎么卑微求我的吗？你说只求在死前能得到哪怕一丁点虚假的温柔，就因为这句话，本座才让众神以为这段情是真的。可你似乎忘了当初你说过什么，哪怕只是骗骗我也好。怎么演久了，连你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了吗？此言一出，苏青瓷的手瘫软在地上，眼里的泪水打转，却再也流不出来了。洛言的话字字穿心，这场所谓的真爱，从始至终不过是一场还恩的交易。可是他太贪婪贪恋那份本不属于他的温柔，贪到自欺欺人，以为自己赢过了那个守他千载的男人。直到看见洛言宁愿毁了轮回，也要找回顾寒时，他才明白自己输的有多彻底。此时一直在旁观的司命仙君脸色突然大变，手指颤抖地指向苏青瓷的脸孔。司命仙君颤抖的声音在大殿响起：是你，竟然真的是你！随着这声惊呼，洛言和苏青瓷都猛地看向司命仙君。苏青瓷在看清这位执掌天命的老仙官长相后，像是想起了某种灭顶之灾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比死人还难看。他再也顾不得演戏，发了疯似的想要往神都中心逃命，可在司命面前，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。司命长袖猛地一甩，一道纯白的神力如电光石火般追击而去，瞬间化作巨大的镇魂链，将苏青瓷重重捆死在原地。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洛言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，他还记挂着苏青瓷的救命之恩，下意识的想开口阻止司命，直到银甲神卫冲上前，彻底扣住了那不断哀嚎的苏青瓷。司命仙君转过头，声音低沉：陛下，您难道忘了千年前那场天大乱了吗？洛言思绪一滞，眉宇间尽是迷茫。司命讽刺的扫了一眼像死狗一样的苏青瓷，冷哼一声：当年您御驾亲征极渊之时，仙域曾经发生过一场动乱，有个孽障趁乱混进了司命殿，想抹去天命册上属于自己的罪孽，他想以此偷渡到下界，洗清一身血债，重获新生。当初我穷尽所有天机去搜捕那个罪魁祸首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
那人开了这个恶毒的先例，引得无数残魂纷纷效仿。要不是苍天降下神罚镇压，这神朝恐怕早就毁于一旦了。从那以后，司命殿从未停止过对那个叛贼的通缉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神魂踪迹。直到今天，我终于在这往生桥头看清了你的真面目，苏青瓷。就凭这一眼，我能断定你就是那个潜逃了1000年的重刑犯。到这一刻，我心里的万般疑惑终于有了答案。怪不得1000年来，我用尽神朝秘术都寻不到你的半点气息。虽然我掌管着诸神的轮回转世大权，可我的职权只能在往生桥头半步都不能离开。谁能想到你竟然胆大包天，直接躲进了帝尊的内寝之中。帝尊禁地，就算借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随便进去搜查。加上陛下对你偏听偏信，几乎和你寸步不离的待在一起，这才让你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的活到了今天。听到司命揭穿了老底，苏青瓷对着洛言疯狂摇头，眼底全是绝望。不是这样的，陛下他在血口喷人，他在冤枉我，他和顾寒联手骗您，这些全是他们编出来的谎话。洛言没有理会他的哀求，只是冷冷地凝视着这个他曾护在心尖上的恩人。陛下他是一派胡言，洛言对他的狡辩充耳不闻。此刻他的心里全都是顾寒决然离去的背影。他冷漠地看着苏青瓷的丑态，掌心猛地汇聚起神光，直接对他施展了最霸道的搜魂大法。记忆回到了当年的神魔战场，苏青瓷舍命冲出来替他挡下了致命一击。其实早在当年，洛言就怀疑过他的出现，毕竟那是连上神都难以活命的屠宰场，哪怕是身经百战的金甲神将，在那场围攻中都纷纷战死。而苏青瓷区区一个散仙，竟然能毫发无伤地穿过魔气，精准地晕倒在他的地架之前。要不是后来丹圣说他仙根受损，神魂太弱，不宜探查，他当场就该露馅了。当洛言用神力强行撞开苏青瓷的记忆时，他藏了万年的阴谋诡计全部暴露无遗。还在死撑的苏青瓷被搜魂的剧痛瞬间击垮，他神魂崩散，瘫在地上，只剩下绝望。全完了。挥散那些肮脏的记忆画面，洛言看向脚下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堆垃圾。本座执掌九霄这么多年，敢如此处心积虑算计我的你还是第一个。洛言怒喝一声，反手一掌狠狠拍在苏青瓷身上，力道足以毁天灭地。他狂吐鲜血，那血迹染在红色的喜服上。苏青瓷被这一掌直接轰飞身体，撞在玉柱上，显得格外的讽刺。不，陛下，我这么做全是因为太爱您了啊。苏青瓷忍着身体碎裂的剧痛，拼死爬向洛言，死死抓住了他凤袍的衣角。他仰头看着那张高不可攀的脸，满脸泪水的哀求：求您再信我最后一次，我真的只是太仰慕您了，我也想被您像爱顾寒那样全心全意的爱一次啊。当年他只是一介微末散仙，其实他比顾寒更早认识帝尊，更早对他动了情。可无论他怎么努力修行，洛言的眼里永远只看得到那个光芒万丈的顾寒。他心中的不甘变成了最深的怨恨，既然得不到你的心，他就要亲手毁掉你最爱的那个男人。为了除掉顾寒，他不惜与魔族勾结，出卖神朝的情报。魔族想要的是九霄覆灭，而苏青瓷想要的只有你。那些域外天魔帮苏青瓷改写了命数，强行抹掉了他身上的血债，甚至用邪术将他空降到当年战场的中心，让他厚颜无耻地冒充洛言帝尊的救命恩人。而苏青瓷也心甘情愿当魔族的走狗，暗中破坏神朝的护戒大阵。按照他原本狠毒的算计，只要他在大婚典礼上骗洛言和他签下神魂契约，他就能里应外合亲手粉碎神朝最后的防御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顾寒的绝望离去成了他计划中最大的变数。洛言为了追寻顾寒，竟然弃礼而去，让他苦心经营的阴谋瞬间崩盘。这意味着他所有的潜伏和演戏，在那一刻全都成了笑话。洛言此刻的怒火几乎能烧毁整片星河，要不是他曾当众宣布此人是他的恩人，写出天仙首都，还在神都关里要顾及帝尊的颜面，他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个卑鄙小人撕成碎片。更何况苏青瓷背后还牵扯着魔族的奸细，现在杀他还太便宜他了。洛言强忍住心头的杀意，稳住心神，他厉声下令将叛贼苏青瓷打入神牢，严加看管。就在命令落下的瞬间，一名满身是血的神卫惊慌地冲上云桥，凄厉地大喊：帝尊，大事不好了，魔族的大军杀进来了。刹那间，神朝陷入了一片混乱的浩劫之中。所幸各路仙尊感应到神朝有难，纷纷出手相助，终于强行压制住了这波魔族的突袭。神朝暂时恢复了平静，混乱的余波在神朝渐渐平息。与此同时，在九霄之上的天界圣域却是一派祥和。在那云雾缭绕、仙气升腾的深处，矗立着一座散发着五彩神光的至尊神殿。万鸟朝凤，金黄长鸣，凤凰的声音响彻云霄，满天都是吉祥的瑞兆。神殿前的玉桥上，众仙子肃穆地站成两排，衣袂飘飘，宛如画中景象。他们手捧仙草灵药，神情恭敬无比。此时，一名身穿雪白长袍的男子缓步走来，他每走一步，脚下便有一朵金莲绽放。当他踏上神殿台阶的那一刻，万仙齐齐跪倒，声音震天动地，恭迎顾寒上神历劫圆满，重回神位。他神色冰冷淡漠，只是轻声应了一句。随后，他修长的手指轻轻一划，沉重的大门轰然打开，迎接他阔别已久的唯一主人。走进神殿时，侍奉了他1000年的仙士罗伊快步奔向顾寒，
两人目光交汇的一瞬间，罗伊的眼眶瞬间通红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主上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世人都说我顾寒杀伐果断，冷酷无情，只有在你们面前，我才会露出这一丝温柔。把眼泪擦擦，这眼泪不值钱。别哭了，本尊这不是平安回到摘星阁了吗？守在旁边的罗长也赶紧凑了过来，他眼里的喜悦，怕是连神朝最强的禁阵都关不住。剑手能归位，这冷清了千年的摘星阁，总算有了主心骨。听他们细数这千年来各方势力的更替，我也算对那久违的九霄仙域有了几分了解。待闲杂人等退去，我本欲施法，将那段在下界神朝历劫的冗余记忆彻底抹杀。谁料在神识扫过记忆碎片的一瞬，我的心竟然不自觉地抽紧了一下。奇了，从我当初降临九霄历劫，直至最后自毁神阁回归，中间竟然断了一部分的记忆。纵使我如何推演演算，那在下界神朝度过的一段往事，也如同被生生挖去了一般。罢了，既然是想不起来的，定是不值一顾的微末琐事。我信手一挥，任由真相随云雾消弭。此后的几个月，我一直待在摘星阁闭关，偶尔尝尝仙师送来的琼浆灵果。我全当解闷，听着罗伊和罗长在那说悄悄话。谁能想到罗长竟然胆大包天，讲些外面的八卦，把话题引到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帝尊洛言身上。听说洛言帝尊现在做事越来越荒唐了，想当年他为了报恩，竟然自封记忆去宠一个心机深重的散仙，等到那个真正陪他的人进了轮回，他倒演起深情来了，闹得整个神朝鸡犬不宁的找人。而他心尖上那个救命恩人苏青瓷，因为勾结魔族已经被关进寒冥渊，受万箭穿心之苦。提到这事，罗长的语气里满是看笑话的嫌弃。他说凡间最近流行一种话本，名字叫虐心追夫剧，讲的是男主真心对待时，女主百般羞辱，等男主心死了，他又哭着喊着求复合，真是可笑。他们在台阶下窃窃私语，我就躺在榻上冷眼看着。就在这时，摘星阁那两扇沉重的金漆大门被一股蛮力猛地撞开了，一身红袍的元姬老祖手里拿着一团乱糟糟的姻缘红线，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。他一边缠着手指上的乱线，一边对着我坏笑，话里听着带刺。元姬老祖摆弄着手里那团乱麻般的红线，斜眼打趣道：哟，咱们剑手大人这是刚脱离凡胎，魂儿还没收回来呢，怎么又想往下跳了？话还没说完，他捏着一根红线冲我晃了晃，瞧瞧你前脚刚迈进这圣域大门，这红线后脚就追着我钻，看来你在下面欠了不少债啊。要说咱们神仙下凡无非就两条路，要么是为了升官发财去受罪，那就得求司命写一纸苦命书，然后跳下诛仙台去历劫。另一种嘛，就是像你这种位极人臣闲得发慌的主，把红线往我这一扔，让老头子我在人间给你编段风花雪月下去解解闷，等在下界玩够了再回这九霄圣域复命。要是还没尽兴，大可以再找我续上一段情缘。我显然属于后者。我挥手让罗伊和罗长退下，对着元姬无奈地笑了一下。你了解我的，我这把老骨头闲不住。这圣域虽好，却冷清的要命，让我整天待在这高处不胜寒的地方，比让我去镇守神魔之境还难受。所以自从我飞升正道以来，待在下界红尘里的时间，倒比在这天上还要多些。元姬像是想起了什么怪事，看似漫不经心地开了口，说起来，你这最后一趟下界竟然足足耗了1000年，别家神仙下去个3、5年就哭爹喊娘了，你倒好，真不嫌累啊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头猛地跳了一下，1000年怎么可能这么久？在我残存的记忆碎片里，我在下界历劫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10年的。见我一脸茫然，完全不像装的样子，这回轮到元姬老祖摸不着头脑了。你竟然全忘了，真是奇了怪了。不仅时间长得离谱，那1000年里，我好几次想下界找你讨杯酒喝，竟然连你的一丝气息都找不到。关于你这1000年的记录，竟然也是一片空白。你到底躲哪去了？不仅如此，我去翻看司命那边的姻缘册，怎么也拼凑不出那1000年的光景。我端起茶杯，掩饰内心的不安，脑子里却是一片混乱。那段记忆就像是被某种至高无上的力量给彻底抹掉了一样。或许那1000年过得太惨，忘了对我来说反而是件好事。见我这副反应，元姬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能摇头叹息。元姬老祖收起玩世不恭的样子，严肃道：你想再去红尘里磨练剑心，怕是短时间内去不了了。我放下玉杯的手指，微微一顿，冷淡地抬头看他。出什么事了？元姬望向窗外，压低声音：在你归位之前，你待过的那个洛言神朝现在彻底乱了套。我心里早有预料，淡淡回道：听说了点。自我重塑神阁以来，圣域里不少仙官都在私下议论那位帝尊的荒唐事。他因为错信了苏青瓷，导致魔族大军差点冲垮神朝根基。上面的至尊雷霆大怒，亲自下旨责令他必须肃清叛贼，交出苏青瓷严惩。在神朝的动乱平息前，下界神朝通往这里的新路已经被全部封死了。你就在府里好好清修，千万别去凑热闹。元姬知道我不爱管闲事，但生怕我刚归位还留着下界的心结，硬是拉着我叮嘱了半天。就在外面等着看这场闹剧时，洛言的寝宫内气氛却压抑得像死了一样。偏殿暗处，一名神将重重跪倒，头死死抵在冰冷的玉阶上，颤声道：禀帝尊属下等翻遍了3000位面，始终找不到剑手大人当年散掉的一丝魂魄。洛言坐在桌后许久没有出声，他半张脸藏在重重垂下的轻纱后，没人能看透他此时在想什么。沉静了很久，旁边的内侍罗官才走上前，挥手示意神将先退下去。随着沉重的青铜殿门缓缓关上，内侍才满眼担忧地看着王座上的女人。主子，洛言终于有了动静，可他沙哑地吐出续茶2个字时，仿佛抽干了他身上所有的力气。内侍不敢违抗，躬身领命退下。刚跨出寝宫，罗官就被一众手下堵住。大人，帝尊怎么说？还要找吗？咱们都快把九霄翻个底朝天了，
顾寒大人真的还活着吗？当初帝尊不惜损耗半身修为，强行施展招魂术都找不到咱们能怎么办？闭嘴，快去办事！在那漆黑死寂的宫殿深处，在这冰冷死寂的凤鸣宫里，洛言依旧僵坐在龙椅上。要不是看他还在吃力地喘着气，真的就像一尊没有灵魂的玉像。他指尖颤抖，手心里浮现出一枚破损的同心佩，原本晶莹剔透的玉身，现在裂开了一道狰狞的口子。这是当年顾寒出征前亲手交给我的定情信物，整整1000年，我把他看得比命还重，从未让他受过一点伤。可那天为了苏青瓷，我竟在暴怒下亲手震碎了他。这道裂缝就像我和他之间再也回不去的感情，丑陋的让人心疼。想到这，洛言猛地攥紧残玉，锋利的碎片划破了掌心，金红色的地血顺着指缝一滴滴落下。他仿佛感觉不到疼，只是把染血的残玉贴在唇边，哭着呢喃：“顾寒，这9霄10地我都快找疯了，为什么连你的一丝气息都找不到？”恍惚间，他想起了1000年前2人的大典，那时他意气风发的发誓，若我敢负顾寒，便让我神魂俱灭。顾寒赶紧捂住他的嘴，温柔的笑道：“你要是真变了心，罚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到我。”直到今天，洛言才彻底明白那个诅咒。他双肩剧烈颤抖着，在空荡荡的大殿里显得那么孤单落寞。可是他已经流不出泪了。在那天听闻顾寒陨落，找遍3000世界都寻不到他时，他的眼泪就早已流干了。他扶着桌子艰难起身，脚步乱得站不稳，跌跌撞撞地朝宫门口走去。谁知刚跨出宫门，来自圣域的传令使官就带兵拦住了他。帝尊裁决的时间到了，奉天命，我们要押解您和苏青辞去接受审判。洛言身子一僵，缓缓抬起头，他没有看传令官，而是穿过人群，望向远方那座荒废已久的剑阁。那是他彻底消失前待过的最后一个地方。本尊知道该去领罪，但在那之前，本尊想回那里再看最后一眼。传令官愣了一下，虽说这位帝尊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可那股气场还在。他收起了眼里的轻蔑，默默退开一条路。规矩不能废，传令使臣收起眼里的轻蔑，侧过身行礼，请洛言先行。洛言拖着沉重的凤袍，一步步走向那座荒废已久的剑阁。满地枯萎的花瓣在冷风中乱飞，顾寒才走了不到100日，这里竟然已经荒凉的不像样子。他在紧闭的阁门前站了很久，终于颤抖着手推开了这扇写满旧梦的门。门轴生涩的响着，漫天灰尘落下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径直走进了阴影深处。恍惚间，风声好像变成了那个人的声音，正在一声声叫着他的名字。他猛地抬头，竟然看见一身白衣胜雪的顾寒，正笑着朝他奔来。他本能的伸手想去拥抱，指尖触碰到的却只有冰冷的空气和虚无，全身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干。他重重地跪在冰冷的青砖地上，一滴清泪顺着消瘦的脸庞滑落，掉进尘土里，再也找不到了。第二天，金甲神卫押送着2名重犯，直冲9天之上的圣域凌霄殿。凤辇落地，洛言穿着一身像囚服般的白衣，缓缓走了下来。刚一露面，上界圣域强烈的金光就像火焰一样灼烧着他的神魂。他下意识想运转功法抵挡，却惊觉手腕上的求神环正闪着禁锢的红光，这是上界至尊降下的枷锁。神卫官冷哼一声，挥手招来一片阴云，替他遮挡阳光。在下界神朝，她是万众瞩目的女帝，而现在她只是个卑微的囚犯。这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痛苦，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。毕竟当年的神魔大战，他虽然保住了疆域，却也因为撒谎欺骗埋下了自食其果的祸根。相比起还有阴云遮挡的洛言，后面的苏青瓷更是痛苦到了极点。要不是上界命令要留他活口受审，那些恨透了他的将领早就把他碎尸万段了。现在的他早已不成人形，当初那个清秀的仙君，如今只剩下一身伤痕，成了神朝最卑贱的罪犯。太阳神火无情地灼烧着罪人苏青瓷的每一寸枯骨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神魂正在被一点点剥离，痛得生不如死。他拼命想要逃离，却发现自己连大声惨叫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上界至尊部下的禁制死死吊住他最后一口气，让他只能在永无止境的痛苦中保持清醒。从囚车走向裁决圣殿的那几步路，沉重的像是在背负整座大山。这短短的一段路，对他来说竟然比陪伴顾寒的那1000年还要漫长。踏入大殿的瞬间，漫天诸神的威压如海啸般扑面而来，压得2人的膝盖重重磕在地上。裁决神君在神座上缓缓现身，冰冷的目光像刀子一样从下跪的2人身上扫过，随着一张散发着万丈金光的法旨展开，2人的滔天罪行被当众宣读。最终判决，洛言帝尊因识人不察，自损神朝根基，被封印全部元神打入凡间，历经情劫。待历劫归位后，还要在虚无海禁地独自镇守3万年。而罪魁祸首苏青瓷等待他的将是真正的无间地狱。私改天命，勾结魔族，祸乱神朝，数罪并罚。结果只有4个字：万劫不复。他要先入轮回道，受尽10世凄凉孤独、众叛亲离的痛苦。历劫结束后，还要被镇压在镇妖塔最底层，永世不得见天日。裁决开启前，2人需在诛仙台领受10道灭世天雷，方能入道受刑。随着判词的最后一个字落下，大殿下2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惨白如纸。苏青瓷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跌入泥潭，他想拼死反抗，却被风口灵音压制的只能发出绝望的呜咽。锁魂链深深勾进他的骨头里，让他像条断了脊梁的死狗，被毫不留情地拖向门外。尽管洛言已是戴罪之身，神卫们仍顾念他曾经的功勋，肃穆地请他一步。来到诛仙台，守台神君对洛言行了一个古礼，低声道：“请帝尊先行入座。”为了彰显上界法理，在刑罚开启前，必须有一位位格极高的奸刑上神坐镇全场。伴随着一曲悠长苍茫的剑鸣，
两只彩凤拖着散发月华神光的仙车，平稳地降落在台前。守台仙君见状，神情肃然，深深鞠了一躬，小仙叩见奸行上神。一名身披五彩流云圣袍、头戴墨玉冠的男子，带着压倒众生的威严，缓缓走下仙车。远处被天兵死死压住的两人，在看清那人面容的瞬间，如同被雷劈中，瞳孔剧烈颤抖。顾寒，我本来打算在摘星阁闭门清修，不理会外面的风波，谁知负责奸行的天书上神突然天劫发作，万般无奈下才请我代为坐镇。时间紧迫，我也没顾得上那么多，可人还没落地，就听到有人失了魂似的喊我的名字。在这圣域活了万年，敢这么叫我的早就没几个了。听到这声音，我眉头微皱，有些不悦。旁边的仙官见状，立刻对着洛言厉声呵斥：“大胆罪臣，上神的圣名也是你能随便叫的？”洛言却像疯了一样，死死盯着我，恨不得把我的样子刻进骨子里。当初他私自翻看因果命盘，才确信我没有真的神魂俱灭，哪怕全世界都在劝他放手，他依然固执地在废墟里寻找，始终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。他想过千百种重逢的样子，却唯独没料到会是今天这样。我身披神光，高不可攀，他满身血污，跪在泥土里，难怪他倾尽神朝之力也找不到我。在他还没成名之前，就听过关于顾寒剑手的传说，传闻他单枪匹马就能和古神对肩，只手镇压了世间所有的邪祟。正是因为他平定了妖邪，才换来这万年的太平。可惜在那场血战后，这位剑手大人就伤重隐居，再也没出现过。他曾无数次遗憾没能见这位英雄一面，却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被他亲手推入深渊、弃之如敝履的人，竟然就是那位万神仰望的战神本尊。这种云泥之别的身份差距，让洛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耻。可那点自尊心，瞬间就被疯狂的思念和眷恋给淹没了。洛言疯狂地挣扎着，禁锢眼里的悔恨几乎要溢出来，那是他藏了千年却再也送不出去的深情。可悲的是，眼前的顾寒早已亲手斩断了关于他的一切情丝，他只是用看陌生人的眼神冷冷地俯视着他。这位仙友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如此失态？轻飘飘一句话，却比世间任何酷刑都要狠。这种彻底的无视，瞬间击碎了他的神魂，让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尊，像个笑话一样被钉在了耻辱柱上。他张了张嘴，声音嘶哑的厉害，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此时躲在阴影里的苏青瓷已经彻底吓破了胆。这只寄生虫一直以为我只是个能随手捏死的废人，所以才敢用卑劣手段偷走了属于我的所有功劳。他天真的觉得只要守着救命恩人这个假身份，帝尊就会永远当他的保护伞。另外，他先祖对神朝有功，靠着那点余音，他享尽了荣华。圣域念在旧情上，对他那些破事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甚至还在做白日梦，等着神朝的长老们出面保他一命。可他做梦都没想到，我竟然是这圣域至高无上的上神，在他眼中卑微如泥的我，此刻却是他永远无法直视的主宰。说实话，我对这种蝼蚁没兴趣。在我眼中，这种勾结邪祟、祸乱苍生的卑劣之徒，连脏了我剑锋的资格都没有。就算我想起了所有细节，我也不屑于亲自动手。这种因果自有天规去清算，他不配让我染上一丝尘埃。既然犯了天条，那就按圣域最严厉的律法送他上路吧。随着9天神雷轰然落下，苏青瓷那具肮脏的身体被直接打入了业火轮回池，他将在永无止境的痛苦中去偿还他欠下的累累血债。至于洛言，因为他的位格太高，下界渡劫需要钦天监选定特殊的良辰吉日，否则一旦因果混乱，整个九霄仙域都有覆灭的危险。临行前的这几天，他被软禁在禁地寒玉阁，四周都是我留下的剑气结界，谁也无法靠近。洛言静静地坐着，看着那枚碎裂的同心佩，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知道了最终判决的洛言，那一刻出奇的平静，仿佛连最后挣扎的力气都被抽干了。他颤抖着肘求看守的仙士，将那枚碎裂的同心佩转交给顾寒。我明白他的心思，他是盼着这件旧物能唤醒我丢失的记忆，因为只有我记起往事，他那卑微的希望才有一线生机。否则面对现在身份如天差地别的我，满身罪行的他恐怕连直视我的勇气都没有。很快到了洛言进入诸天轮回盘的日子，就在他即将跳入宿命漩涡的一瞬间，青天剑的大祭司突然开口叫住了他：“且慢，这次历劫还有一个人和你同行。轮回盘开启不易，向来是数人一同应劫，唯独这次祭坛前没看到别人。”洛言原本以为这神朝只有他一个人要受这情劫，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带着凌厉的剑锋踏空而来。当看清来的人竟然是我时，洛言死灰般的脸上瞬间燃起了一抹希望。他几乎是本能的想要提裙朝我跑过来，而我却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施舍给他。我只是冷淡的对大祭司说：“奉圣祖法旨，本座将一同下界，监管罪臣洛言，防止他再乱因果。”就因为他之前为了那个苏青瓷险些酿成大祸，圣祖原本想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古神去监督，不巧除了我这个闲着的剑手，其他几位古神都在闭关或者天外游历，圣祖才特批了这次监视历劫。无奈之下，这差事才落到我头上，我也无所谓，全当去那红尘俗世散散心。在踏入轮回盘前，大祭司交代了最后的禁忌事项：二位入世后神力尽封，但前世记忆尚存。其次，顾寒上神对洛言拥有绝对的压制权，如果局势失控，顾寒可以直接斩杀洛言，提前结束历劫。随着大祭司说完最后一个字，我和他的身影同时消失在诸天轮回盘的漩涡中。顾寒下凡3年后，天上1天，人间1年，这已经是我降临凡间的第3年了。身为当朝摄政王，我权倾天下，
要不是看在那些老臣以死相见的份上，这凡间的皇位怕是早就换了姓。不过我也志不在此。把那烫手的皇权交给便宜皇帝后，我就躲来封地求个清静逍遥。可惜了那位年少登基的小皇帝。那年幼的皇帝心机极深，对他这位权高位重的长兄顾寒，始终充满了忌惮与猜疑。于是，一张打着选王妃幌子，实则想安插眼线的密诏，就这样送进了摄政王府。摄政王选妃的消息传遍都城，无数世家千金挤破了头，恨不得把王府的门槛都踩烂了。看着台下那些浓妆艳抹、满脸讨好的女子，我心里只觉得一阵厌烦。倒是我身边那几个爱凑热闹的门客，眼睛都看直了，恨不得立刻冲进美女堆里。我百无聊赖的挥挥手，随他们去挑。反正我对这些庸脂俗粉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众人欢天喜地的散去，我也打算趁乱离开这个无聊的地方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白皙的手横在面前，那声拜见王爷让我的脚步猛地停住。视线对上的那一刻，我就认出了他，正是那个随我堕入凡间的帝尊洛言。我迅速收起眼底的情绪，面无表情的冷声问道：“苏家小姐拦住本王有何见教？”洛言在凡间醒来的第一天起，就不顾一切的寻找我的踪影。他原本以为这仅仅是一场痛苦的惩罚，可当他发现我也在这个世界时，他早把神界的境遇忘得一干二净，竟觉得这是上天给他最后的救赎和恩赐。这颗凡心只想着如何能跟我重修就好。可惜苦找了3年，等他终于打听到我的消息，我已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而他现在的身份仅仅是一个落魄侯府里卑微到尘埃的庶女。嫡母恶毒，她常年被锁在深院里，连出门看一眼外面都是蛇网。甚至今天这场宴会，也是她被嫡姐们使唤了整整100日，才换来的入府机会。面对这唯一的希望，洛言看得比命还重要。他花光了攒了数月的碎银，才买通一个贪财的仆人，换来这片刻的独处，只为了在这一刻拦下我的去路。我冷眼看着他这些小心思，从他出现那一刻起，我就看穿了他所有的意图。可惜，我垂下了眼帘。我垂下眼帘，将眼底那一抹转瞬即逝的嘲讽藏得严严实实。在这红尘乱世里，我和他之间绝无可能再续前缘，因为洛言拿到的是注定求而不得的卑微剧本，而我手里握着的却是权倾天下，能与所爱之人白头偕老的圆满命书。不过我并不打算告诉他真相，天机一旦泄露，这盘戏就没意思了。甚至在翻看这注定的宿命时，我心里竟升起一丝莫名的愉悦。我很想亲眼看看这位往日的至尊在绝望挣扎时究竟会是什么样子。他紧紧攥着拳头，压低声音卑微地凑过来：“请王爷拨冗，容我私下一叙。”可惜我周围全是上界的耳目，暗处还藏着无数隐卫。如果他敢在这儿叫嚣前世的秘密，后果他承担不起。毫无疑问，我没兴趣跟他独处，只要我按规矩盯着他，不让他动用被封印的灵力，其他的都跟我没关系。正当我准备让随从赶走这份聒噪时，一道黑影突然冲出，重重一脚将洛言踢翻在碎石地上。随即一位贵气逼人的女子缓步走出，正是他在侯府里的死对头嫡姐兰瑶。兰瑶恭顺的跪下，行了个标准的大礼。庶妹顽劣，惊扰了摄政王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我轻轻弹去袖子上的灰尘，冷淡地回了一句：“起来吧。”我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去，始终没回头看一眼地上那个泥泞的人影，直到我的身影消失，兰瑶那副温柔的面具瞬间破碎，眼神像刀子一样射向洛言。不要脸的东西，摄政王也是你这种卑贱身份能勾引的？来人，送他去祠堂罚跪，学会规矩再放出来。遵命。如今身无半点神力的洛言只能像蝼蚁一样被拖走，可他眼里的不甘却烧得比以往更旺。他曾统御万界万年，何曾受过这种凡人的羞辱？若是以前，他一根手指就能让这个嫡姐灰飞烟灭。可现在，护国侯府得知洛言竟敢私自拦截摄政王，老侯爷雷霆大怒，当即下令动用家法。外面的嘲笑声一刻不停，都在讽刺苏家的庶女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竟然敢笑想摄政王。阴冷入骨的祠堂里，林姨娘正哆哆嗦嗦地给洛言涂抹伤药。林姨娘哭着求道：“我的儿啊，你快死了这条心吧！顾寒摄政王那是云端上的贵人，哪是我们这种没落人家能高攀的？就当是心疼阿娘饶了苏家吧，不然这偌大的侯府，哪里还有我们母女的容身之处？”林姨娘胆小了一辈子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她只能卑微的依附权贵才能活下去。虽说是护国侯，但这爵位不过是皇上为了面子上的虚名，根本没有半点实权。所谓的侯爷只是个空壳，所以苏家上上下下都活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哪天惹到了朝廷全家都要跟着遭殃。谁也没想到平日里不出声的庶女洛言，竟然感动了嫁给顾寒的念头。洛言看着眼前这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母亲，心里乱成一团。他没说话，指甲却死死掐进掌心，渗出了血迹。让他放手，绝不可能。他的灵魂深处早就刻死了顾寒这2个字，没了这份念想，他活着和死了没区别。可眼前的母亲，即便只有这一世的缘分，也终究是护了他多年的亲人。这种进退两难的剧痛快要把他撕碎了，他找不到退路，更没法做出选择。此时的摄政王府里，顾寒正摇着折扇，眼神玩味地看着眼前那个戴着面纱的清冷女子。这位就是他给自己挑的挡箭牌王妃。虽然小皇帝往他后院塞了很多眼线，但顾寒为了堵住外人的嘴，故意办了这场选妃的闹剧。只要能摆脱皇室的监视，他并不介意府里多一个名义上的女主人。
至于原本皇上指派的那位，在这深宅大院里得病死掉，实在是太寻常的事了。皇宫里的年轻皇帝心里也明白，他根本不在乎顾寒宠爱谁，他只想把顾寒这头狂龙困在温柔乡里，最好能让他沉溺美色，从此不再过问这万里江山，用琐碎的家事耗尽他的精力。两人都在这场虚伪的和平中心照不宣地维持着现状。顾寒冷冷地对白衣女子说：“本王选你只需要你当个听话的摆设，只要守规矩，这辈子的荣华富贵都少不了你的。往后如果你有了真正心仪的人，只管告诉本王，本王一定会写下和离书还你自由。你我之间不过是一场有名无实的交易。”对面的女子面色平静温顺地低头行礼，妾身领命。第二天，摄政王大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，转瞬间传遍了整座皇城。护国侯府内，蓝瑶看着手中的通告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。他将信纸甩给老管家，失笑道：“瞧瞧，这才是未来王妃该有的尊容。再去看看祠堂里关着的那个贱人，他哪有一点能跟人家比？”此次与顾寒联姻的是千年世家之首邱家的嫡女邱寒霜。哪怕世家大族已经没落，邱家的名望在民间依然如雷贯耳。若他有心争夺那母仪天下的凤冠，恐怕也早就是他的囊中之物。只可惜他自幼体弱多病，早已是命在旦夕。这也正是那位生性多疑的皇上肯让两人完婚的根本原因。可无论如何，邱寒霜的身份比起洛言都要尊贵出千万倍。想到这，蓝瑶命管家带着这个喜讯前往祠堂，让那个人也领受一下这份厚礼。沉重的祠堂大门被缓缓推开，一股陈旧的霉味混着灰尘扑面而来。管家厌恶的挥手，去赶傲慢地跨过门槛，走向那个跪在地上的身影。二小姐、大小姐交代了，王爷马上要迎娶邱家千金入府完婚了。这句话如同五雷轰顶，震得洛言全身冰凉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沉默了很久，他才颤声质问：“你刚才在胡说什么？绝不可能！他曾与顾寒许下30白首之约，他怎么可能另娶他人？”想到这，他眼里迸发出疯狂的恨意，厉声道：“滚出去！休想在这里信口雌黄！”管家丝毫不怕，冷笑一声，将那封盖着官印的告知函重重甩在他的脸上。摄政王府的喜帖已经到了，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洛言仓皇地拾起那份掉在尘土里的大婚通告，指尖因恐惧而剧烈打颤，目光死死盯着那字字扎心的墨迹。待看到顾寒与邱家长女寒霜情投意合，择吉日完婚这几个字时，他只觉得像被五雷轰顶，耳边嗡嗡作响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不可能，他曾许我3世相守，怎么会娶了别人？他猛地扔掉那份通告，疯了似的往那扇紧闭的大门撞去。可他忘了，现在的他毫无神力，身上还有那皮开肉绽的鞭伤。势利的管家只是抬脚一踢，就把这位落魄的小姐重重踹倒在地上。管家像看垃圾一样俯视着他，眼神里尽是嘲讽。大小姐蓝瑶吩咐了，你再敢踏出祠堂半步，整个侯府都要为你陪葬。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，给家族丢脸的罪人，别想再出去了。就算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你那怀着身孕的亲娘，她为了求家主保住你，可没少吃苦头。随着管家的一声冷笑，沉重的大门再次轰然关死，祠堂里再次被死一般的黑暗吞没。许久之后，黑暗中传来一声拳头砸向地面的闷响，那是绝望到极点的哀鸣。虽然这场婚事不是本王所愿，但既然要做表面的礼数和威严，就得做足。让我有点意外的是，那位邱家嫡女对这桩婚事居然这么顺从周全，哪怕我已经向她挑明了其中的厉害，她还是送来了如山的嫁妆，处处可见其用心。邱小姐，本王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你这又是何苦？从下凡历劫那一刻起，我就没忘记自己真正的身份，我是9天剑手，寿命无穷，而邱寒霜不过是凡胎肉身，匆匆百年。你我注定是鱼泥之别，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。如果让他动了不该有的心思，害他以后转世投胎，命途坎坷，那就是本王的罪过了。为了不打扰他的来世，也为了不让自己沾染情债，我和他止步于此就好。但看他现在的样子，显然是把我的警告全当成了耳边风。邱寒霜温顺地笑着轻声说：“王爷身份尊贵，是万金之躯，妾身如果事事不准备周全，难免会让外人议论，白白给王爷招来闲话。而且妾身心里明白，绝不会生出什么非分之想，请王爷尽管放心。”我不想再跟他多说什么，只是淡淡的点头，让管家把那堆如山般的嫁妆搬进库房。随着大婚日子临近，整个京城到处张灯结彩，满大街都是红灯笼和红绸子，极其奢华。同镜前，我看着镜子里那身火红的婚服，神思在那一瞬间变得恍惚了。恍惚中，似乎在很久以前，我也曾为了一个人披上这身大红。可那段往事的结局好像满是苦涩，没有一点欢愉。我试图撕开脑子里的迷雾，看清那段被封锁的过去，可是越想头就疼得越厉害，仿佛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强行掐断我的回忆。突然，窗外响起一声惊雷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原本忙碌的丫鬟们在雷声中乱成了一团，外面吵闹不休，屋子里却死寂的可怕。直到铜镜里突然多出了一个诡异的身影，洛言死死盯着那个穿着红装的男人，眼底深处全是疯狂的迷恋。隐约间，他好像回到了1000年前，看着那个温柔的男子穿着这身红衣，一步步向他走来。顾寒，他像说梦话一样伸出手，颤抖的指尖差一点就要碰到我的脸。我目光一冷，周身爆发出惊人的威压，直接将他狠狠震飞。洛言，你真是疯了，竟然敢强行闯入本王设下的禁地！
本以为之前的惩罚能让你清醒一点，没想到到了凡间，你反而变本加厉，越来越不可理喻。面对我的怒火，洛言不但不怕嘴角，反而露出一抹凄凉的笑。至少他的眼里终于有了他的影子。结界之内风暴肆虐，而外面的普通人对这场来自高位者的交锋完全一无所知。洛言眼眶通红，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。疯了？也许吧，可如果不疯，我就要眼睁睁看着你娶别人了。顾寒，你不能忘了，你不能丢下那千年的情分。就算你忘了这枚同心佩里还藏着我们的过去。他的语气里满是卑微的哀求。为了这场挽留，他甘愿撕开最丑陋的伤疤，哪怕他现在只是卑微庶女，也要用命去赌一次重来的机会。自从我决定迎娶邱家嫡女，他眼里的希冀就一点点熄灭，化作了疯狂。他不能忍受这双牵过他的手去扶住别人的红盖头，哪怕要耗尽这具凡人身体的所有寿数，他也要在大婚前夕用尽残存的血气，强行催动那枚碎裂的同心佩。看着身穿红袍的我，他哭着伸出手，他想用那段被尘封的记忆，把我从这场虚假的婚礼中拉回去，回到只有我们的岁月里。记不起来没关系，我帮你记起来。看在以前的份上，求你再看我一眼。他猛然合拢掌心玉佩，爆发出刺眼的光，空气剧烈震动，原本华丽的王府房间开始虚化，铜镜上一幕幕往事如同潮水般汹涌而出。我看着光影中的自己，那是纵横九霄的战神，可那个我竟然为了洛言的一句话，甘愿卸下铠甲，在冰冷的祭坛上哭作千年。洛言忍受着元神反噬的剧痛，哭着将记忆推入我的识海。顾寒，想起来吧，那个陪了你千年的人，是我，一直都是我啊。记忆中我曾满身是伤的归来，他却因苏青瓷心急发作，取我的真龙心头血去为那个骗子。洛言为了那场错误的报恩，整整欺瞒了我1000年，而现在他想用这鲜血淋漓的真相换回我的一个回头。我死死按住剧烈跳动的额头，指尖几乎陷入皮肉，被背叛的剧痛瞬间击碎了凡间的宁静。我终于记起来了，那千年的陪伴，所有的画面如同利刃般扎进眼底，竟然藏着一个让我生生世世都不得安宁的骗局。我低头看着这身如火的婚袍，只觉得讽刺。原以为这些所谓的刻骨铭心，到底逃不过一个情字。这一世的记忆有或者没有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我这颗心现在只想求个清净，再也没什么情分可言。我并没打算收回那枚破碎同心佩里的记忆，只是随手一挥，一道寒芒就将那些记忆光团死死困在半空。光影中浮现出的文字，将那1000年的利用与背叛、蜜糖与砒霜剥落得干干净净。看完那1000年的纠葛，我抬手将光团压回碎裂的玉佩中。这些旧物本王不稀罕，你拿走吧。洛言，你处心积虑闯进我的王府，难道只是为了给我讲一个荒诞的前尘旧梦吗？洛言全身剧烈发抖，原本充满希望的眼睛瞬间通红，他似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他拼了命换来的结局。顾寒，苏家小姐，难道本王没提醒过你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隔着怎样的云泥之别吗？我的话像冰针，瞬间扎穿了他最后的幻想。洛言死死掐住手心指甲，都陷入了肉里。他想不通为什么找回了记忆，他会是这个反应。我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，既然你想让我看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那1000年我看到的是满目疮痍。虽然我还没亲身经历那份痛，但字里行间全是算计和欺骗，让我现在感到莫大的窒息。洛言，是你先给了我所谓的深情，却也是你先背信弃义，为了那个苏青瓷，你欺瞒愚弄，甚至亲手害了我们还没出世的孩子。当初是你先放开了我的手，现在你有什么脸面来问我为什么不要你？你做了那么多不可原谅的事，现在却想求个善终，你不觉得这世间的债没这么好还清吗？这番话像2把淬了毒的快刀，将洛言原本就破碎的心搅得血肉模糊。洛言痛得蜷缩在冰凉的地上，双手死命捂住心口，泪水或者血迹无声流下。这种痛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凌迟。门外传来婢女怯生生的声音：“王爷，礼部的大人们已经在偏厅候着了，您在屋里吗？”我眼神一冷，抬手一挥，那道隔绝外界的屏障像琉璃般碎成了紫色流光。我低头瞥了一眼瘫在地上的洛言，语气冷到极点：“走吧，你我之间早就无路可走了。”说完，我便拂袖而去，再也没看那满地的狼藉一眼。别走，顾寒！洛言声音嘶哑的哭喊，挣扎着想去抓那一抹决绝的红袍，可他这具凡人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强行开启同心佩的反噬，猛地瘫倒在冰冷的砖石上。紧接着，一道幽暗的光将他笼罩，他的身影在强光中迅速变淡，彻底消失在王府。我跨入正厅，看见秋寒霜正静静的在一侧，气定神闲地喝着温茶。见我行色匆匆地赶来，他放下茶盏，端庄地起身向我行了一礼。邱小姐深夜过来，有什么见教？秋寒霜像时才想起正事，眼神微微发亮。他侧头示意随行的老仆，声音柔和却有力：“呈上来吧。”随即，一顶奢华又古朴的紫金冠被2名侍女小心翼翼地捧到了我面前。虽然是深夜，但在红烛的映照下，冠上的明珠依旧流光溢彩，让人不敢直视。我在神朝活了万年，见过的灵宝法器数不胜数，但这顶名为凤求凰的古冠，里面含着的那份厚重情谊，竟让我感到了震撼。秋寒霜浅笑道：“这紫金凤鸣冠是我们邱家世代相传的宝物，凡是入赘或者娶我邱家女子的夫婿，还请王爷不要嫌它陈旧，都要带上此冠承接信诺。”我走上前，轻抚着微凉的紫金冠，迟疑道：“本王自然不嫌，只是这东西太重，我怕受不起。毕竟你我这场婚事并非因为情分，恐怕无法白头到老。你还是……”王爷！秋寒霜轻喝一声，直接打断了我的话。他字字铿锵，邱家人自古就守着一心一世的家训，男子终生不纳侧室，女子也必定生死相随，一旦结发，就绝没有毁约弃婚、另寻他人的道理。话音刚落，旁边伺候的宫女们眼里都露出了无比羡慕的神色。
是啊，曾几何时，这人间的父皇和母后也被传颂为神仙眷侣。可在那所谓的恩爱背后，父皇最后不还是立了3000佳丽？甚至在母后尸骨未寒的时候，就不顾反对，把最得宠的贵妃扶上了后位。像邱家这样偏执于唯一的家族，在权力场中倒真的是个异类。只可惜，曾经也有人在本王面前许下过重于1000万倍的誓言，可结果全是骗局。这世间最重的誓言我全都听过，可最后换来的不还是万箭穿心的下场吗？摄政王大婚这一天，全城戒严，到处都是如海般的红绸，漫天的喜气压得全城的鲜花都失去了颜色。礼乐声中，秋寒霜拿着云锦洗衫，遮住那张清冷的脸，在侍女的搀扶下缓缓走出来。她穿着一身火红的嫁衣，身上披着薄如蝉翼的红纱，腰间的金带衬托出她清高又纤弱的身姿。她每走一步，红色的裙摆都像浪潮一样在脚尖轻轻起伏。远处我也换上了一身红色的戎装。等她走近，我纵身一跃，稳稳骑上了赤兔神马。见我上了马，她才步履稳健地坐进了那顶九鸾金轿。在响彻全城的乐曲声中，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开进王府。落轿跨火盆仪式按部就班，随后我与他同牵一根红绸，并肩走进了大殿中央。随着司仪的一声高喊，我和秋寒霜在众人的注视下俯身拜向天的。就在礼成的最后时刻，一声凄厉的嘶吼撕裂了喜庆的气氛。我不准，一道惨白的力量带着毁灭的气息直冲正堂大门而来。我立刻挥袖，一道金色的屏障瞬间张开，将周围的凡人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。紧接着，我的本命神剑应声出鞘，直指门外那个疯掉的身影。下凡历劫前，大祭司曾有密旨，如果罪臣洛言敢动用灵力扰乱命数，我就有权动用神威将他当场镇压。如果局势失控，我也能将他就地格杀，彻底终结这段因果。洛言之前的拼死一搏已经是强弩之末，现在的力量反噬正像毒火一样烧干他的灵魂，吐血数声，昏迷不醒。在那冷酷的侯府里，根本没有人管他的死活。这场重伤昏迷竟然是我大婚这一天。等他从噩梦中惊醒，已经顾不得身份会不会暴露，更顾不得天罚会不会降临。带着满身的血迹和疯狂，他强行撕开了禁锢，一路杀到了喜堂门前。他本以为我会心痛或者质问，可迎接他的只有一柄冰冷的穿透身体的剑。洛言还没反应过来，那锋利的寒芒已经割破了他的肩膀，带出一抹刺眼的鲜血。他愣愣地看着肩头不断流出的血，眼里满是悲伤，却已经感觉不到肉体的疼痛了。他不顾伤势，颤抖着向那抹红影伸出手：顾寒，跟我走，只要你肯回头，哪怕毁了这万世轮回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我强压下胸中的怒火，声音冷得像冰：洛言，这里是凡间，你身为至尊，竟敢无视天规，私自动用禁忌神力，你知不知道这后果会让你魂飞魄散？帝尊的神威强行降世凡间的法则已经开始崩坏，这皇城会有到处生灵涂炭。我知道，那又怎样？这诸天万界，我只要你一个人。他双眼通红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已经彻底疯狂了。放肆！剑手乃是上古战神，岂能容你在这里肆意妄为，祸乱人间？刹那间，万丈光芒破空而至，将洛言生生震退了几米。天书上神踏雪而来，挡在了我们中间。天书上神目光冰冷，看着不停吐血的女子。洛言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赶紧收手，回去受罚，或许还能保住一点元神。但失控的洛言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，随着他的一声凄厉怒吼，禁忌之门大开，狂暴的虚空乱流瞬间席卷了整座皇城。我和天书上神对视一眼，瞬间化作流光冲了出去。他负责强行修补空间裂缝，不让那恐怖的压力压垮这锦绣人间。而我横剑而起，一招断念长剑直接穿透了他的心口，暗红的神血顺着剑柄缓缓滴落在荒凉的泥土里。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，洛言愣愣地看着刺入体内的长剑，嘴角竟然浮现出一抹解剖般的苦笑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慢慢抬起头，气息断断续续：顾寒，你我真的再也回不去了吗？哪怕结局早就注定了，他还想在绝境里求一个奇迹。可惜我不信命，这条路彻底断了。因为洛言在凡间的化身死在了我的剑下，这场纠缠了3个人的历劫也随之崩溃了。天书上神立刻带走了他的灵魂回去受审，而我得留下来收拾这满城的狼藉。随着我指尖散发出5色神光，整座皇城在刹那间扭转乾坤，恢复了生机。眨眼之间，那些刺眼的红绸和喧闹的喜气全都消失在晨光里，世人的脑海里再也不会有这场惊世婚礼的碎片，也不会记得这凡间曾有过一位权倾天下的摄政王。我最后一次走在旧地，每走一步，那些虚假的荣华富贵就在身后层层剥落。那位曾跟我拜堂的新娘秋寒霜，此时已经脱掉嫁衣，在睡梦中回到了原本的位置。我轻轻把手放在她的额头，许下这一世最后的祝福：愿你这辈子平安无事。如果嫁人，就和良人白头偕老，相敬如宾；如果你孤身一人，也能位极人臣，护佑这一方百姓。一团温润的光芒将我彻底吞噬，凡间的因果到此两清。再次睁眼，我已经回到了9天之上。远处的空寂天将镇压着那个落魄的身影洛言，走向永无天日的无尽荒海。我带着一身杀气飞向自己的望月天宫，心里那份久违的解脱却被一种更深沉更冰冷的情绪替代了。站在天宫的高台上，我俯瞰着那渺小的凡间，那段被封印千年的记忆像幽灵一样被释放了出来。它带给我的不是心痛，而是深入骨髓的讽刺。原来所谓的深情全是为了利用，甚至连那个未及出世的孩子都成了他这场报恩骗局下的牺牲品。洛言的后悔来得太迟，也太自私。
现在我的心竟然出奇的平静。所谓的心思，就是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任何波澜。我把这团满载痛苦的记忆，连同那句自嘲的话，一起交给了元姬老祖，把它封在天机阁最阴暗的角落，永生永世不要再拿出来。从此以后，上界战神顾寒只有傲视前尘的尊荣，再也没有那荒唐的1000年。我斩断了自己的执念，也亲手终结了洛言的生路。凡间的那些琐事，在我与天书上神的法力下，全部重新回到了原本的秩序。秋寒霜的记忆被彻底抹除，他依然是那个不染尘埃的世家千金。往后的日子，他只需要守着那份平静的命运，安稳的老去。我已在他的神识里植入了一道天机护佑，保他这辈子顺风顺水。只有这样，才算彻底了结了这段没有结局的凡尘俗缘。九霄之上的日子总是寂寞而漫长的。归位300年后，我也寻到了天命注定的仙侣，相遇相守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他站在我身边，像和风细雨一样。这份感情只有温暖，再也没有那种穿心入骨的痛楚。时光流转，转眼已是3000年。这段时间足以让神朝的一草一木都变得陌生，而被放逐在寂灭寒潭的洛言，也终于赎清了他的罪孽。那里是专门惩罚重罪神奇的禁区，潭水是万年阴寒之气凝成的，能冻结元神，甚至生生剥掉神骨。洛言贵为帝尊，受到的惩罚更重。万年的冰封让他的魂魄被生生撕碎了无数次。曾经统领万界的帝尊威严，早就在那无止境的折磨中消耗殆尽了。等到他走出禁地的那天，早已行销骨立，灵力丢了大半帝尊的封号也被彻底剥夺。他仅凭着一丝微弱的本源维持着仙躯，沦为了神域中最卑微的流浪孤魂。天书上神曾来拜访我，他只是轻轻叹了一句顾寒。他到底还是回来了，却已经判若两人，眼里再也没有当年的狠劲，只剩下一片荒原。我只是平淡的回了一句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的语气极其冷淡，像是在说一件身外之事。他的枯荣以后再也入不了我的眼，只要他安分守己，我就当这世上从来没出现过洛言这个人。我原以为这段纠缠了1000年的孽缘，终于在这一刻尘埃落定了。然而神朝4000年的宁静，终究是在这一天，被一股从地底深处喷涌而出的魔气生生撕裂。蛰伏于九幽极地的苏青瓷，竟挣脱了那太古禁制，携万丈魔焰重临这九霄云巅。他竟然在轮回池中忍受了万年焚身之苦而不灭，反而修成了毁灭性的魔功，成了神朝万年来的最大隐患。帝尊下令命八荒首领共同御敌，而我作为剑道之首，更是一马当先去终结这个早该消亡的孽障。银月仙子拉着我的手送别，她眼里满是忧虑，但也明白这是我身为剑手无法逃避的道。烽烟四起，九重天界一片漆黑，这场死斗的惨烈远超所有人的想象。苏青瓷之魔功更胜往昔，他似乎汲取了九幽深渊底部的万载力气，随手一击便叫神山崩解。我跟他最后的决战定在神域边境的虚无之境，这里是3界的命脉，若此处失手凡尘，必沦为炼狱。双方激战了7天7夜，鲜血洒满了虚空，连星辰都随之陨落。苏青瓷残忍的狂笑，反手一掌，竟然震碎了我耗费1000年剑意凝成的护体神光。顾寒，你终究是太过爱惜这卑微的3界，自负手脚，不如随本座一同归于混沌。他汇聚了轮回池底万千亡魂的诅咒，化作一道足以寂灭轮回的魔光，直冲我的本源灵魂。我祭出残存的剑意抵挡无奈，已经是强弩之末。魔光结结实实的击中心口，我只觉得灵魂涣散，神骨发出了阵阵哀鸣。魔光狠狠地撞进我的胸膛，那一瞬间，我听到了自己神骨寸寸碎裂的声音。灵魂本源像决堤了一样疯狂流出，生命在飞速流逝。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空虚，剧痛淹没了意识，我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掉下去，重重砸在神域边境的废墟上。我拼命想重新凝聚剑意，可灵魂被撕裂的痛苦让我连手指都动弹不了。苏青瓷踩着魔火步步逼近，虽然他也受了重伤，但要弄死现在的我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大名鼎鼎的九霄战神也不过是个笑话，他手里聚起足以毁灭天地的魔力，准备给我最后一击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，到底还是辜负了天地的重托，没能护住这大好神朝。就在我快要魂飞魄散时，一道气焰的紫色光芒强行撕开了魔域，从虚空深处呼啸而来，走出来的竟然是穿着粗布衣服的洛言。他变得那么憔悴，可那双眼里却燃着积攒了3000年的执念。他无视了魔神的威压，甚至没看我一眼，他的眼神死死锁在苏青瓷身上。苏青瓷，他的声音嘶哑的像磨砂一样，透着彻骨的寒意。苏青瓷被打断施法，定睛一看，发出一声刺耳的狂笑。洛言，竟然是你这个卑贱的守灵余孽，怎么3000年的折磨还没让你死透吗？洛言没有说话，他只是温柔又坚定地伸出双手，结成了一个决绝的献祭法印。下一秒，他体内最后一点用来维持性命的帝尊本源开始疯狂燃烧剥离。我瞬间吓得心胆剧烈，灵魂深处涌起前所未有的恐慌。他这是在献祭神格。洛言，住手！你疯了吗？我拼尽最后的力气嘶吼，可他根本不理我。随着本源散去，他的身影在紫光中变得越来越透明，他的容貌在刹那间老去，那一头凄冷的白发在魔风中寸寸崩碎，连他的身体也开始化作满天的沙粒，随风消散。为了救我，他燃尽了所有。他将残存的神格威严尽数压缩成了一个基点，凝练成了一道足以毁天灭地的终极法。那华光中铭刻着他曾作为帝尊对神朝法则最深的参悟，也藏着他3000年来从未开口的那近乎疯狂的深情。我以洛言之名献祭神格，唯愿顾寒从此岁岁平安，再无劫难。
紫金流光承载着他最后的眷恋，犹如雨星坠落，死死锁定了苏青瓷的气息。苏青瓷瞪大双眼，满脸不可置信：“洛言，你竟然为了救他，连最后的一丝神魂都不要了！”瞬息间，这股焚烧灵魂的力量穿透了魔障，直击苏青瓷的命门。这是源自至尊神位的最终审判，是凝聚了神朝亿万载生灵之力的绝响一击。触碰光芒的刹那，苏青瓷体内的魔气仿佛冰雪消融，疯狂溃退。他那靠邪法抢夺来的神力瞬间失控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曾经最维护他的人，最后竟成了他的送葬者。自此神魂俱灭，诸天万界之中再也没有了他转世轮回的一线生机。而洛言的残躯也在半空中层层剥离，化作了漫天微弱的紫色萤火。他最后的目光掠过了惨败的宿敌，定格在了满身血污颓然在地的我身上。那眼中没有悔恨，也没有怨怼，只有一种因果终了的解脱。我原本已经干涸的生命本源，在这些散落的神力滋养下，奇迹般的止住了崩塌。虽然剑骨还在剧痛，可那步步紧逼的死气，终究被这股暖意生生拦了下来。我猛地睁开双眼，映入眼帘的唯有这虚无之地中逐渐暗淡，直至熄灭的紫色碎芒。洛言的气息连同他在世间留下的一切痕迹，在这一刻被彻底抹除了。我心中最后一道防线轰然倒塌，那不是愤怒，也不是恨意，而是如海啸般吞噬灵魂的悲剧。我曾以为我早就把他忘了，我甚至以为找一个温柔的仙女相守，就是对我这千年痛苦最好的解脱。可直到他神魂散尽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以为的放下不过是逃避，我以为的深情竟然全是被我亲手推开的救赎。苏青瓷在魔火中嘶吼，我强撑着残破的身体站起来，体内那股属于洛言的力量正咆哮着要撕碎眼前的罪魁祸首。我握紧了那柄断裂的长剑，这一剑带着洛言3000年的隐忍，也带着我毁天灭地的悔恨，彻底贯穿了那颗魔心。我以战神精血为器，唤醒了沉睡万年的竞阵。封印开启，我将苏青瓷彻底打入深渊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可杀了他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却没有半点报仇的快感。云开雾散，锐气重临，众神都在欢呼太平盛世，可我的世界已经在那道紫光熄灭时彻底崩塌了。几日后举办了册封典礼，我拒绝了神君的册封。银月问我，顾寒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？我看着这繁华的9天，苦笑着告诉他，我以为我可以重新开始，可他用命告诉我，我的命是他的，连我的平安都是他用神魂换来的。我没资格谈什么放下，更没资格去拥抱新的生活。我这辈子只配活在对他的亏欠里。我回到了那片死寂的荒原，这里没有帝尊，没有仙侣，只有我一个人守着一座没名字的石碑。这是洛言用命为我补上的残缺，我心里的那片荒芜再也没有人能踏入，也绝不容许任何人去替代。当初他还是那个白发守墓人的时候，我为了证明自己不在乎，连一个眼神都不屑给他。现在我终于看清了他，可我除了这一身的永生，什么都没剩下。万载光阴流转，神朝太平如画，而我顾寒成了这3界最尊贵也最落魄的孤魂野鬼。闭上眼，风里依然回荡着那句呢喃：我以帝尊之名祭献神魂，只愿顾寒万事安宁。如果这是你想要的安宁，那我便如你所愿，守着这份永恒的孤寂，在这没有你的盛世里一直活下去，